大家好，老韩，今天咱们来看看起亚的 EV6，感谢各位朋友提供的帮助，感谢大家订阅、点赞、评论、转发、点亮小铃铛。起亚的 EV6啊，是起亚于2021年下半年推向市场的一台全电的紧凑级跨界车型。那 EV6呢，是源自于现代起亚全新打造的一款纯电车平台 eGMP 平台。那像已经上市的 EV6和现代的 IONIQ 5均是源自于这个平台的。2022年首个季度 EV6和 IONIQ 5呢，在市场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依然在美国各销售了5-6千台，实属不易。同时也可以看出来消费者呢对于其产品的认可。那作为一款紧凑级跨界车 ，EV6 有着跨级别的轴距长度它的轴距呢甚至和起亚的 Telluride 是完全一致的极大程度的保证了车内乘客的使用空间。那车辆的悬架前悬采用的麦弗逊结构，后悬呢是多连杆结构的设计，并且前后的减震器均配有选择性阻尼控制阀。22款的车型呢，一共有3款基础配置，其中 Win 和 GT Line 版本各有后驱和4驱车型。你像2驱车型这里面，低功的 Lite 版本电机最大马力为167匹 ，Win 和 GT Line 版本是225匹，最大扭矩呢都是258磅 feet。4驱车型的最大马力呢为320匹，最大扭矩呢为446磅 feet。那官方宣布0到60英里每小时的加速时间，后驱车型最快可达到 7.2 秒，4驱车型最快可达到 4.6 秒。动力电池低功版本用的 522.7 伏 112.2 安时58千瓦时的电池，其他配置呢用的是697伏 111.2 安时77.4千瓦时的电池。高功率2驱车型最大续航里程可以达到310英里。官宣 EV6 有着超越同级别的充电速度，是美国市场在售的电车当中充电最快的车型。它还可以为用电器反向充电，成为你露营时的移动电源。购买 EV6 呢，可以获得1000千瓦时的免费充电额度。根据 IRS 官网显示2021年度购买 EV6 可以获得 IRS 全额7500块的抵税额。在综合工况下 ，EV6 的使用能耗为105或117 mpge。起亚为在美国销售的新车提供了5年或6万英里的整车质保，10年或10万英里的动力总成和电池质保。那今天咱们看的这台是2022款的 EV6 GT Line 的后驱版，配有第2代的 Highway Drive Assist 半自动辅助驾驶，以及起亚的驾驶员辅助系统，配有14个扬声器的英国质保音响，导航带启停功能的智能巡航，天窗带绒面的纯素皮革座椅。前排座椅有加热通风功能，司机位记忆23555 19的前后轮，抬头显示，遥控泊车等等配置含运费的 MSRP 呢为53405，这车总装下线于韩国工厂。这车呢配有车位驶入和驶出的功能就当你一个车位比较狭窄，你进去以后开不开门的时候，你就可以使用这个功能。这是这车的钥匙这钥匙呢，你要想启动这个功能，就要先把车锁上，锁上以后呢，你要启动这个远程启动这个功能然后在车位驶进或驶出，往前行或往后行按上面这个钮，你按的时候呢，它就走；你松手呢，它就不走。当然，遇到一些障碍物呢，它也不走。昨天呢，经过我实测如果它这个轮子要上到一个棱子上面，要稍微有一个小棱子，它也不走再有一个呢，你人不能离太远一定要把这个遥控器放在它这个车的不远处，才能够实现这个功能。这只手得一直摁手不能松，手一松，马上就停。那当前方有障碍物的时候呢，马上停燕子，你等等我这是往前走。那下面看看往后退往后退呢，就一直按下面这个键子就可以了。
往后退也是，手必须一直按着，手一松开，它马上就停了。当有障碍物，马上停。燕子，你再等等我，别走，你别走。那之前呢也跟大家唠过，我个人认为呢，像现如今这些电车产品，它已经完全抛弃了传统油车的机械结构。那在满足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前提下，我认为呢，车辆可以设计的更加花哨一些，可以设计的更加离经叛道的一些哈。那之前呢，我们看到很多厂家出的这些电车产品呢，设计的呢还是没有离开油车的影子哈，设计的还是按照油车的思路，中规中矩的来设计一台电车。那这次起亚带来这个全新的电车 EV6呢，我感觉是为传统车企在电车领域的设计树立了一个榜样哈。那不管是这台 EV6，还是它的同胞兄弟同平台的现代 IONIQ 5，在设计上这次呢都是非常的大胆。那当这个车出来之后呢，大家有说这个车像这个车像那个车的，但不管像哪个车吧，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起亚的设计师呢，将现在汽车界流行的一些设计元素呢，有机的整合到这个车的造型里面了。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车上有很多造型元素是可以作为家族的统一设计元素延续下来、保留下来、传承下来的哈。首先，这台车呢，它的配色是以灰色为主体颜色，在车身上呢点缀了一些黑颜色的装饰哈。这个灰色呢，按照官方的名字呢叫哑光灰色。如果你不太了解这个车，还以为这个车是贴的呢，贴的膜呢，实际上不是，它是原厂的一个叫哑光灰的一个颜色哈。那这车前脸的造型呢，虽然线条不是很复杂，但是相比于侧面和后面呢，我感觉更加凶悍一些哈。眯缝眼造型的灯组呢，占据了一定翼子板的空间。那作为电车来讲呢，前面这个中网格栅呢，它没有一个实际的进气任务，所以它做成了一个平面哈，上面呢面积也不大，做出了小造型。中间呢，在起亚的新 logo 的下面做了一个摄像头哈。整个前面的造型呢，有一个俯冲的态势，而且下面这个前唇呢，有个相当大的前探的动作哈。那这个车的侧面造型呢，也是非常有特点的。首先，它的设计呢，应该是一个两厢式的设计，但是它给你的感觉就像是个一体式的设计哈。前面这个机舱呢和客舱完全融为一体的设计。那为了将车内空间最大化呀，同时呢又没有传统汽车的那种机械结构设计的壁垒，这样呢将4个轮胎推向4个角，使前悬后悬短到一定的极致，再配合上4条19寸的大轮胎，看着侧面造型是非常霸气的哈。那在 EV6 的选装列表里呢，有19寸的胎、20寸的胎，还有21寸的胎哈。这个车配的是19寸的胎，我觉得就已经很协调了。要上20、21寸的胎，那就更加霸气了哈。从前面看呢，轮拱做了一个很明显的凸起哈。那 C 柱呢做了一个加肥加大的效果哈，然后将后窗和 C 柱上面的装饰板进行有效的连接，看着像一个飞顶的一个感觉。上面呢又非常夸张的做了一个扰流板哈，这个扰流板呢也有一个加宽的造型。那这车后面最打眼的就属它这个灯带了哈。其实它这个灯带呢看着像一圈，但实际上不是一圈啊，从翼子板起来贯穿后尾巴。那虽然它下面这半圈啊是这个电镀亮条装饰条，那当你这个灯亮起来的时候，下面这一圈饰板呢也反光，那离远处看呢就像一圈灯似的，感觉非常漂亮啊。那现在起亚集团这么设计啊，它在之前的车上是有一定苗头的，只是在这个车上呢，把这个造型做得更加夸张一些，推向极限了哈。那整个后面的造型呢，有一个掀背加溜背的设计哈，在这儿呢用尾灯做一个上翘的造型。那为了将车内空间拓展到最大化呢，这车后面也没有做出来一个保险杠的造型哈。这个目前是汽车界最新的一个设计语言了。整个大家可以看到，基本就是一屏的设计了哈。这个车的加电口呢，在后尾灯的这个部位，当然你可以直接拿手上去按去，你也可以透过方向盘左面的按钮那个油箱开关来开启它啊。那这个车的后尾箱呢，有一个大面积溜背的造型，所以它下面的进深是没有问题的，下面进深非常 OK。上面的进深呢，已经到了一个极限了。右面这是放倒第2排座的拉手。左面呢，12伏180瓦的充电器插口，是全车后备箱唯一的一个灯放在左面了，放到第2排座的拉手。盖板下面是个储物格，分2段开启啊，可以打开第1段，
也可以打开第二段。整个橱格呢都不是很深哈，但面积很大。当第二排座放倒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比较平啊，没有棱子，没有凸起什么的，基本没有小阳坡哈。第二排座靠背基本没有小阳坡，还算比较平。这个车坐进来以后呢，可以感觉到它既有起亚家族目前的传统风格，又有这个车的自己的一些特点。首先呢，上面这个大连屏，这是起亚目前的家族风格了。但这个车呢，它把这个大连屏啊做出的稍微有一些曲面的感觉，就好像家里的曲面电视的感觉，有个曲面向司机一侧倾斜的感觉，完全是以司机驾驶员为中心的一个设计。那从左到右呢，我们看它在方向盘左面呢有一些键子，仪表盘亮度的调节、家电口开关、后备箱开关、电子手刹、电子稳定系统。中间这个黑色框呢，将两块屏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它这两块屏呢，背景色既可以调成白色，也可以调成黑色哈，也可以自己设置时间，几点到几点是黑色，几点到几点是白色哈。那中间这个仪表盘呢，它用的并不是传统仪表盘的样式哈。虽然显示的内容呢跟其他电车的元素都差不太多，但是它这个形式呢是采用了一个比较独特的形式。左面呢是时速，右面呢是动力输出状况哈，是现在在输出动力啊，还是在给电池充电呢？然后显示的元素呢也比较多了，你看上面有续航里程，下面有剩余电量，中间呢是瞬时能耗，右面是里程数哈。当你调节不同的驾驶模式的时候呢，颜色会发生一些变化，这是运动模式，这是经济模式，正常模式。仪表盘的调节呢，用方向盘左侧的这组键子进行调节，上面是菜单项啊，下面是上下波轮，往下按呢是 OK。这台车上的仪表盘呢，也有往左打看左侧盲区，往右打转向看右侧盲区的功能啊。这车的方向盘呢也挺有感觉的啊。首先它是一个两幅的造型，在下面呢它不是一个规则的圆形，下面是个平的，感觉这个方向盘非常粗，手感非常好，皮质非常细腻。然后大家看这个小缝线的小做工非常到位哈。方向盘左右各有一组键子，左面的键子呢是跟巡航、行车电脑有关系的，右面的键子呢主要是多媒体、音量大小、语音和电话功能。那像新世代这些起亚的产品呢，不论是油车还是电车，它的车机系统呢，不论是颜色的搭配啊，还是软件程序的设计的便利性，还是这些显示可交互的项目，再加上硬件的配备，都感觉是比较不错的。你像这个车两块屏的显示都比较清晰的，分辨率也是比较高的。那这个车呢，可交互的项目也是比较多的。在这个界面里，可以设置在行驶过程当中电机的声音、各种驾驶辅助的设置、刹车模式、抬头显示的调节、仪表盘的调节。这车并没有苹果和安卓手机的无线连接显示哈，倒车影像加全景影像，车尾俯瞰加全景影像，两侧盲区加全景影像，3D 环影。当挂到倒档之后呢，一个大家可以看到显示的是倒车影像加全景影像，还可以听到它在后方传来一个提示音哈，大家可以听到。起亚呢还有一个就是自带音效，来让大家体验它的音响的水准哈。那下面呢，包括这俩旋钮，包括这些按键都可以实现一钮几用哈，当然是靠这个来切换的。当显示上面这个小箭头的时候呢，这两个旋钮包括这些按钮，它是来控制多媒体的。左面那个钮呢，还是传统的音量大小和多媒体开关的；右面那个钮呢，还是调频的。当你按下风扇这个按钮的时候呢，左面那个钮包括右面那个钮，再加上中间这些按键，就全变成空调的控制了。左右呢各负责左右的温度，这些按键呢用来调节空调哈。当然像这些前后风挡除雾啊、自动空调啊、车内内循环呢，这些按键是不变的。这4个按键是不变的哈。下面这一块呢，设计的也算比较新颖，它把这个座椅通风加热呀放在最前端了，都是触摸键。在比这个车还要配置高的车上呢，这中间还有一个方向盘加热哈，这车是没有这个方向盘加热这个键子的。那一键启动的键子呢，车辆启动的键子放在这个位置了哈。下面这个呢是换挡手柄，也是旋钮式的，往左是 R， 往右是 D， 中间是 N 档，按一下是 P 档。那这3个按键呢，是这条中控台上仅有的3个实体按键哈。左面呢，这个是影像，中间是 Auto Hold 功能，右面呢是驻车雷达，这块有一个无线充电板。大家看起亚的这个设计哈，还是比较人性化的，这是向欧系学习的结果。安全带的插口里面用绒衬给包上了，这样呢碰撞中间中控台呢不会产生异响哈，这个点个赞。
现在坐进来之后呢，我将座椅调到最低了，大家可以看到头部空间、腿部空间、横向空间完全没有问题哈。看这座椅呢，首先看这个造型啊，这个头枕呢有个往前探的一个感觉，对头的支撑呢还算是不错哈。然后下面这个座椅的皮质呢，它中间是有这个反毛皮的感觉哈，皮质材料感觉还是非常棒的。座椅首先感觉非常宽大哈，坐在上面呢像一个大沙发一样的感觉。填充材料是软硬适中的一个填充材料，不是太软也不是太硬哈，0是最硬，10是最软的，它应该在5。座椅的调节项目呢是常规调节项目了，腰靠呢是2项调节，腰靠呢可以突出很多，给腰顶得很好哈。座椅椅背的两翼呢稍微有一点凸起哈，能够给身体相对良好的一个包裹性吧。它这个车呢，并没有把中控台和中间这个扶手台做成一体的哈，它做成了是一个分体的。下面呢有一个储物格，但是我不太建议往这个储物格里放东西啊。这车里面呢，我感觉用料还是比较扎实的。首先在你触觉上，你的手啊、你的胳膊肘啊，能够触碰到的地方，皮革呀，像这种钢琴漆装饰面板啊，像这种电镀材料装饰面板啊，那还有这车为了彰显个性呢，设计上也有设计师的一些小心思哈，包括中央扶手箱上这个纹理啊，还有这个颜色搭配呀，和这个仪表台上这个纹理呀、颜色搭配呀，都能有一个一体的感觉啊，能够呼应上。那氛围灯呢，贯穿整个仪表台哈。中间呢是比较复杂的造型，两边呢完全就是灯带了。它这个颜色呢是可以变化的，当车辆属于不同的状态，它这个氛围灯的颜色会自动调节的。当然你也可以手动调节啊。那大家可以看到 A 柱倾角呢是比较大的，这样前面这个风挡玻璃啊面积是比较大的，侧窗的玻璃也比较大，视线是非常好的哈。现在坐到第2排，大家看这个车的空间表现哈，头部空间没有任何问题。头部空间呢，并没有因为它外面有一个向下倾斜的造型而耽误了内部的头部空间啊，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腿部空间呢，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坐这个司机座啊，已经调到相对比较往后靠的位置了哈。大家看这个椅背啊，已经过了 B 柱了，腿部空间呢依然比较良好。像这个副驾驶稍微往前点，腿部空间会更好一些。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哈。这个车呢，作为这个级别，后排内部空间还能有这个效果，应该是属于 A 加级别的，我认为还可以哈。座椅的填充材料呢，我感觉比前排的填充材料稍微能软一些，但是它有个问题，就是这个后排这个椅面啊不够高不够长，给腿支撑啊稍微差一点。这个呢，可能就是这个座椅的美中不足吧，其他都完全没有问题哈。你要掰旁边这个掰手呢，也能把这个靠背啊有一定的调节幅度哈。前后是调节不了的，中央扶手加2个杯架。那像这台车呢，它中间这个扶手箱后面呢，并没有什么功能性哈，它把2个充电口分别放在了2个椅背旁边，这也是起亚的传统了。目前2个空调出风口呢放在了 B 柱上面，